如果你家门口出现广告，请记得及时清除。超过3天的广告还在门上的话，他就会知道你家里没人，然后打开工具箱，3、2下就敲开了门锁。男人进屋之后，按下电话留言，得知一家人出门旅游，他开心的不行。在检查了每个房间之后，男人就脱下了外衣，仔细辨别一番，他挑选了喜欢的牙刷，一边上厕所一边刷起了牙。热水的冲洗洗掉他一身的疲惫。虽说男主人的衣服不太合身，可他却没有任何挑剔。打开冰箱，他开始为晚饭做准备，面包加上果酱，说明他懒得起火。还在桌上的手枪引起了他的兴趣，可是仔细检查之下，却发现这玩具枪已经坏掉。他拿起胶水仔细的进行修复，然后便拿着手枪开心的玩耍起来。他习惯性的和这家人合影，脸上挂满了灿烂的笑。到了晚上，他则会将电视开到最大声，在嘈杂声中安然睡去。早起之后，他会帮这家人收拾衣服，然后全手工搓洗，趁着阳光正好，把它们整齐的晾晒。看着这家人相册，男人嘴角挂笑，似乎从这一张张照片之中，他也体会到其中的幸福。窗外突然传来声响，他不慌不忙的过去查看，不知道为什么那家人竟然去而复返。好在他们上楼之前，男人就躲了起来。打开房门，他们并没有察觉到家里的变化。小儿子拿回了自己的手枪，把枪口瞄准了生气的母亲。쏴죽여라제발。他骑着宝马转了一圈，又发现一栋别墅。朱莲娜打开大门之后，他走进了这座豪宅。老规矩先检查一番，只不过这次他并没有发现角落里的女人，但女人脸上有伤，奇怪的没有出声质问。男人坐在沙发上，拿起了一旁的杂志。电话突然响起，是男主人的道歉信息。可不管他说的有多么恳切，女人都没有一点反应。男人没有声张，依旧和女主人合影留念。在做饭的时候，女人偷偷查看，高端的食材就是不一样，吃得他十分舒爽，只是从未发现角落里总有人在偷偷的看着他。依旧是收集脏衣服，然后亲自手洗。只是洗到女主人的贴身衣物时，他脸上也浮现出了笑。女人就那么悄悄地看着，不曾发出一点声音，就是在不显眼的地方看着他做奇怪的事。第一次体验高尔夫，他学得十分迅速，仅仅3杆，他就变得十分熟练。泡澡的体验和淋浴不同，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包围全身。他本想称一称体重，可这数值明显不对。在女人的注视之中，他轻松的就修好了体重秤，然后光着身子潇洒离去。因为泡澡的时候弄湿了杂志，他便开始晕躺起来。只是他不知道这个女人现在正在家里，趁着女人拉开房门，他也没有察觉。他们就这么注视着彼此，谁都没有说话，直到听到丈夫的训斥，女人这才离开了门口。她拿起电话听筒的时候，男人在疯狂地穿着衣服，没有任何言语，他便拎着东西逃离。女人抬起了脑袋，这才让舆情显现。男人目光凛冽，显然是有些愤怒。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转身离去。只是刚刚出门，他就陷入了思考。一番纠结之后，他终于下定了信心。他听见女人的哭声，地板上满是衣服。见女人赤裸着坐在浴缸里，他内心却有些欣喜。捡起地上的衣服之后，他选了一套自己喜欢的，放上一首动情的音乐，以此来治愈女人的创伤。本以为是家暴丈夫回归，可眼前一套却显然与丈夫无关。没有疑问和质疑，他就换上了衣服。男人在角落里看着，二人的角色也完全对调。突然出现了高尔夫球，是男人的另类指引。只不过女人没有过去，反而将球抛了回来。两个人玩着游戏，可高尔夫球却突然被人踩住。男主人一脸愤怒，将这次的商务失败全都怪在了妻子身上。女人想要逃离，可却被拽了回来。男人就在窗外看着自己喜欢的人遭受谩骂。她拿起球杆，很快就引起了丈夫的注意。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大半夜出现在自己家的院子，也不知道这是男人在为女人解围。她打电话报警之际，男人也挥动了球杆。男人突然愣住，看到了女人眼里的关切。他收起高尔夫球，眼睛里依旧还是狠厉。男主人痛得无法移动，他则启动了自己的车。男人没有马上离去，反而不断的轰着油门，冥冥之中似乎在催促着什么。果然等待了没有一会儿，女人就坐在了他的身后。他带着女人分发广告，游走在各个住户之间，然后又把高尔夫球钻了个洞，以此来高效练球。每一次中击，高尔夫球都会回到原位。一天的等待已经获得了成果，他们按响了还有广告的房门，然后就低声开锁。习惯性的检查之后，他就按响了自动打话机。사진작가 우진곤입니다. 저는 며칠 외국에 촬영을 갑니다.
有人在满墙的摄影作品中发现了自己的照片，而男人则是保持着习惯，放上了一曲优美的音乐。只是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女人的照片会摆在这里。他还在对着自己的照片发呆，男人已经习惯性的修理起了东西。当钟表左右摆动，说明一切都已经步入了正轨。只是第二天起床时发现，那张照片已经被分成了30份，只是如此排列，却多了一份说不清楚的高级感。由卫生间传来声响，他便打开了房门。那女人正在搓洗衣服，变得和男人一般。他微微一笑，然后就转身离去。一锅热汤，美味的让人愉悦。女人晾晒的衣服，一切都在完美的进行。只是两个人都不说话，还有着一层无法言说的隔膜。突发的情况让人吓了一跳，可还是没能阻止他们享用早餐。在习惯性的拍照留念时，女人竟然主动进入镜头。他们将一切收拾妥当，然后就离开了那里。又是分发广告，又是练球等待，女人不知道这球有什么乐趣，便主动的挡了上去。可3番5次的挪动位置，她总是会出现在那里。或许是懂了什么，男人停止了练习，熟练的打开房门，护主的照片也映入眼帘。得知对方已经前往了夏威夷，他是心里少了很多顾虑。可这次却出现了变动，播放器无法出声，他只能变换顺序，率先维修起来。可是维修的结尾，女人却递上一把剪刀。也不知男人是什么身份，各种技能都有所涉猎。两个人在一起合影，也显得亲密了不少。一起看拳赛，一起品美酒，他们仿佛真的是这房子的主人，一切都如此的和谐。只是突然传来的啜泣，却打破了一切平衡。他给女人盖好被子，就要转身离去，可是一只温热的手却将他揽了下来。窗外突然出现一辆汽车，随后房门就被人打开。看着房子里多出的东西，他们下意识地看向卧室。男人拿起了自己的拳套，朝着卧室缓缓走去。당신들뭐야남의빈집에들어와술먹고지금뭐하는거야男人被打得鼻青脸肿，挫败感充斥着全身。可那女人没有任何嫌弃，反而对他关怀备至。今天晚上没了去处，他们只能消磨时间。男人再次练习起了高尔夫球，女人则再次挡在他的面前。他渴望达到那个层次，女人却早就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深渊。男人还不懂，只是那最后一杆。副驾驶头破血流，男人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颤颤巍巍的退后，女人则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他来到男人身边，感受到男人的痛哭流涕，没有嫌弃和不解，因为他曾经就是这样。可是曾经的自己却没有过如此温暖的怀抱。又是分发广告，寻找目标。等到夜深人静，他们最近的住所就有了着落。依旧是开门之后率先检查，他们便融入了这里，和房子主人坐在一起，然后享受着茶水的清香，体验不同的人生，感受着酸甜苦辣。为了避免上一次发生的事，他们每户只住1天。进房子门口挂着大蒜，房子里闭死不堪。只是打开小门，他们才发现了和以往不同的情况。男人想要转身离去，女人却执拗地拽开了门。男人一脸的晦气，可他却鼓足勇气地走了进去。那老人身体已僵，只有狗子还在陪伴。两个人对视一眼，便开始分工合作。男人给他的儿女打着电话，女人则替老人清理了身体。一种极为奇怪的习俗，将老人包成了粽子模样。等到下午，他们才清理好了一切。可是才刚刚吃上饭，门口就传来了敲击声。儿子打开房门，4个人都愣在了那里。儿女发现父母不在，便赶忙关闭了房门。听着外面报警的声音，他看向自己的女人。警察一番搜索，找到了男人的相机。透过里面的照片，他得知了男人的所作所为。可不管他问什么，两个人都怒目而视。没有办法，警官只能单独审问。一番毒打之后，男人交代了一切。在房子的后山处，众人挖到老人的尸体。只是看着那副装扮，并不像是谋杀掩埋。可对受害者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同。警察很快就查清女人的身份，也给那个加布兰打去了电话。多重罪名安置下，男人已经没了走出这里的可能。저권없는데요그리고카메라에찍힌집들몇칠찾아연락해봤는데특별한피해가없답니다家暴男走了进来，死死地盯着男人，然后就满眼怒气地拽走了自己的女人。그만하세요！놔！진짜버리겠어！개새끼两个人分别前了一眼，好似跨越了万年。一切证据都指向男人并未杀人，可是警长却是好大喜功。虽说他像个儿子一样安葬了老人，可警长却不愿意轻易放手。보면那个家暴男贿赂警察，给男人判了个重罪，10年的牢狱生涯，他却还想锦上添花。
让自己遭受了报复回去。加莫南这才解气，但刚刚结束，警察就及时出现。可即便是报复完成，他也未能获得女人的青睐。在监狱里，他也未曾放弃爱好，自顾自地打着高尔夫球。狱友们像傻子一样的看着他，嘲笑着眼前精神病。男人有些生气，想拿回那颗高尔夫球，见对方不给，两人就直接动起了手。哪怕是狱警赶到，他也未曾放弃。男人被单独关押，可他却好奇地看着周围。起身之后，他紧贴墙壁，脱下鞋子就开始了滑行。他脚步轻盈，嘴角挂着诡异的笑。等到狱警查房时，瞬间就发现了不对。他紧张地打开房门，却发现那家伙躲在角落里偷笑。一个耳光之后，可那笑却依旧挂在脸上。他看着周围，然后脚步攀登，直挺挺的墙壁，他就这么爬了上去。2904번 2904번 呼唤许久也没能听见回复。打开房门，这间房里面也空无一人。아이 새끼가 정말 너 왜 자꾸 숨어? 이 세상에서 살아가고 싶어? 한 번만 더 그러면 그땐 죽여버린다. 狱警走出了监舍，男人也抬起了头，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在诡异的笑。男人脱光了衣服，然后分开双手，每一只手对他来说都是一只注视的眼睛。他尝试着躲避目光，开始锻炼自己的走位，步伐轻盈，循序渐进。可即便经历了警告，他却再次消失。狱警小心的左右观瞧，只要猛然回头，可不管如何，他都看不见男人，因为男人此时正在他的身后，紧紧的跟随他的每一个脚步。而在这一番实验过后，他也知道自己身上唯一的不足。너 내 뒤에 있지? 인간의 눈이 180도. 나머지 180도에 너 지금 숨은 거야? 그건 불가능해. 이 새끼. 좀 더 연습해야 되겠네. 그림자도 신경 쓰고 사람의 심리까지 계산해서 이 새끼야. 得知了自己的不足，男人也加紧了训练。有了针对性之后，一切变得可行起来。再次放饭，狱警依旧没有得到回应。可是再次开门，他却没能发现男人的踪影，就好像这句话变成幽灵，完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이 새끼 이제 사람 마음대로 가지고 놀아! 이 유령 같은 새끼야. 他还保持着手洗的习惯，一直在等着那个男人回来。地下室里突然出现了高尔夫球，吸引了警长的目光。但直到刚刚捡起，对方就挥动了球杆。警长给加布兰打来了电话，可他却根本不怕，他自信满满的样子，竟然是高估了自己。 男人率先来到拳击手家里，感受了双方的怒气，在和那双眼睛对视时，却已经没了任何情绪。 금방 무슨 소리 못 들었어? 무슨 소리가 났다 그래? 잠깐만. 男人走出卧室，可房间里却空无一人，直至他们转身，才看到了门口的照片。男人去了很多地方，都是二人一起生活过的家，可即便人们有所察觉，却都看不到男人分毫。 验证完了自己的猜想，他们找上了女人的家。家暴男有所察觉，便走出了卧室。他信心满满的样子，仿佛要吃定了男人。似乎是有所察觉，他面向凶狠的转头，可是转过头后，就什么也没有发现。 누군가 들어온 것 같은데 그놈인가? 男人将妻子拥入怀中，这次女人却没有拒绝，直到加莫南沉沉睡去，女人这才起床。她知道男人就在这里，正躲在某个角落，就像自己当时偷看他一样，不曾发出一点声响。加莫南有所察觉，目光凶狠地跟了出来，可女人自己照着镜子，脸上还挂着微笑。 사랑해요. 뭐? 男人疑惑地看了眼身后，才确认这话是对自己说的，带着满心的感激，他将女人拥入了怀中。
从那一刻开始，女人转变了性情，总是会做好美味的饭菜，然后叫自己的爱人来吃。她总是会对着丈夫傻笑，但笑里满是爱意。이상해. 어젯밤부터 우리 집에 누가 들어온 것 같아. 家暴男回头之际，男人便夹起了饭菜，然后二人微微一笑，全是对家暴男的嘲讽。 왜 자꾸 웃어 실없이. 그렇게 좋아? 每个人都是一个空房间，等待有人打开心锁，放我们自由。未及一眼，灵魂便已相通。可能是最美妙，也是最惊悚的爱情。一个会呼吸的影子，在空气中环绕我整个的存在，无时无刻度我安然。每个房间都充满了人间悲喜。我们是浮萍之下无所依的两尾鱼，打扫或浇花，洗衣或做饭，目睹着爱和死，模拟着无波静好的日常，假装没有被世界抛弃，假装我们活得很好。每天一部好电影，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遇。